注意看，凌晨午夜的3点，女人没穿内衣准备要睡去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开密码锁，恐惧促使她快速跑到客厅，赫然听见输入密码的声音更加清晰，她僵在原地不敢再动。随着正确的密码输入，门被缓缓打开了。通过门缝伸出陌生男人的脑袋，女人硬着头皮讯问男人是谁。急不可耐的男人告诉她，是从你男朋友那里花高价买的地址和密码。听说这里可以提供特殊服务，女人完全懵了，因为她根本没有男朋友。情急之下，立刻想要报警。男人逐渐暴躁，不断用力拽防盗锁。来了！2023韩国最近惊悚犯罪大片，目标他终于来了。韩国这次真是小刀拉屁股，让老铁们开了眼了。谁能想到，只因独居女孩的一个差评，居然会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。友情提示：尺度逆天，胆小慎入。随后，女人贤秀慌忙拨通报警电话，看见真的报警，男人气急败坏的离开了。贤秀被吓得瘫软在地，胸膛还在剧烈起伏，以为逃过一劫，颤颤巍巍的抓起手机，看到新消息提醒，贤秀又开始莫名恐惧，全身不由自主的跟着颤抖。手机上赫然写着。计时器1分1秒的划过，贤秀有些绝望。月薪3000的他根本凑不到那么多钱，如果没有照做，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报复？5分钟很快就到了，开密码锁的声音犹如催命符般再次响了起来，门又被打开了，这次门缝中换成了另一个陌生男人。안녕하세요. 초대남 연락받고왔습니다。男人见贤秀迟迟没有反应，便催促赶快打开门锁。还好最后一刻警察赶来，3两下便制服了对方。听着门外的打斗声，贤秀悔不当初，如果当时没有留下差评，是不是就不会遭到报复？原来就在几天前，贤秀搬进新租的公寓，但公寓里的洗衣机已经老旧，无法继续使用。出租房里买一台新的显然不合适，随即他打开了手机里二手平台的 PP， 没想到真的找到了合适的。由于卖家准备出国定居，9成新的大牌洗衣机只需1半的价格出售，如此便宜的价格，贤秀毫不犹豫地选择下单。都说便宜没好货，果然等到安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洗衣机无法正常运转。安装师傅说这就是个坏的机器，他认定贤秀遇到了骗子卖家，毕竟最近二手交易中心出现好多骗子。贤秀不想自认倒霉，他立即登录账号想要找卖家理论，却发现卖家 ID 早已注销，没办法只能去警局报案，却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待3个月才会立案。贤秀被气到无语，难道被骗数目太小就不被重视吗？这时警察掏出一份厚厚的文件，上面类似这种二手交易诈骗案不低于100起，一件一件去调查，最少也要等到3个月以后。求诉无门的贤秀转头来到商场，决定购买一台新的洗衣机，但183万的价格还是过于昂贵。窘迫之下，店员为其办理了12期分期还款。越想越气的贤秀回家立刻登录二手平台，经过不停翻找，终于在一家新注册的店铺中发现端倪。这个卖家简介和头像跟之前的骗子资料完全相同，里面也是各种大牌商品，却都以10分便宜的价格出售。卖家同样声称出国定居，认定他们是同一人。贤秀势必要做个硬气的消费者，他在每条商品简介下面都留言差评，怒斥卖家就是个诈骗犯。做完这些，贤秀终于感觉出了口恶气，不料片刻之后便收到卖家的私信，内容全是一些威胁的话语。此刻贤秀想到被骗的几10万，瞬间把生平能想到的骂人脏话全发了出去，殊不知会因此惹祸上身。诈骗犯先是啪啪啪一顿电脑操作，轻而易举人肉到贤秀个人信息，接着黑进他的账号，发了一些带颜色的广告。第二天，贤秀刚到单位就被领导盯上，面对领导怪异打量的眼神，再回想昨晚骗子威胁的内容，贤秀只觉得后背发凉，并没有发现领导在他离开后默默用电脑打开了他的二手平台主页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莫名其妙的接到好几10通来电，说的都是污言秽语。他立刻登录手机查看，发现二手平台的账号被盗，个人私密信息被赤裸裸的发布在里面，电话被疯狂骚扰了1天。下班后的贤秀感到精疲力尽，到家便瘫软在地，紧绷的身体还没彻底放松下来，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外卖员出现在门外，莫名其妙的点了很多份外卖，收货地址是对的。贤秀立刻反应过来，都是那个诈骗犯的恶意报复。第二天出门前，贤秀特意在门上贴了纸条，说明自己并没有点外卖。再次来到警局，警察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立案。如果强烈要求立案，警方只能另行调查，还是遥遥无期的继续等待。可贤秀害怕会继续受到骚扰，其中一名警察告诉他可以重新更换手机号。再次返回家中的
贤秀震惊地发现，出门之前贴的纸条不翼而飞了，这说明诈骗犯很有可能进入过屋内。恐慌的贤秀只能再次找来警察。小区物业只提供了停车场内的监控，因为会涉及到隐私，怕被业主投诉，所以其他地方并没有安装监控，还是证据不足的理由。警察依旧让贤秀回家继续等待，警方会深入进行调查。无奈贤秀只能更换了手机号码，然而他并未注意，一个神秘的外卖员正在楼下长时间蹲点。第二天刚一出门，贤秀就被吓了一跳，自家楼道里陌生男人正在安装监控，对方声称是物业人员，为了确保业主安全，临走前还热情地递给贤秀自己的名片。没想到不出意外，还是发生了意外。白天贤秀又收到了恐吓的短信，到了晚上就出现影片开头的一幕。变态诈骗犯不仅人肉到贤秀个人信息，还成功破解了门锁密码，将这些信息拿到网站进行非法交易，引来更多的变态骚扰贤秀。好在最后关头警察赶到，他们将变态男人带到警局接受审问。警局里的男人讲述自己是在网上看到的广告，对方还声称是贤秀的男朋友。老警察决定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，他们找到贤秀网购洗衣机的发货地址，原来卖家还是个学生，房子也是租的，但是敲门许久里面都没有回应。老警察只好亮明身份，强行让房东开门。打开门以后，几人惊呆了，里面空荡荡的，难道提前搬家了？但奇怪的是，还有一台冰柜没有搬走。老警察随手打开冰箱想要查看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把几人都吓到尖叫。洗衣机卖家赫然躺在冰柜里，早已变成一具尸体。老警察明白这不再是一起简单的诈骗案，也许正是那个诈骗犯冒充卖家的身份信息进行诈骗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背后的诈骗犯。而对于平凡女孩贤秀来说，这几天的经历犹如噩梦。走在大街上看到外卖骑手就会莫名紧张，输入家中密码锁时下意识感觉身后有人。进入屋内紧绷的神经还没得到片刻放松，就已经被吓得心惊肉跳。浴室的浴巾被人用过，厨房里摆放着许多食物垃圾，种种迹象表明家中有人不久前进来过。最可怕的是，承受威胁恐吓的独居女孩远远不止她一人。次日，警局又接到报案，受害人在二手交易平台发现被骗之后，直接在网上发帖曝光了骗子的套路。从那天之后，噩梦开始了。诈骗犯假借外卖员的身份来到受害人家中，等到开门之后，竟想杀人灭口。情急之下，女孩奋力砸碎玻璃，跳窗逃跑，这才逃离魔爪。另一边，贤秀与骗子的拉锯战还在继续。白天心神不宁的状态导致工作频繁出错，下班之后还要提心吊胆的回到公寓。这还不够，不仅要面对诈骗犯的威胁和恐吓，又要遭受领导的跟踪和骚扰。面对领导的强制表白，贤秀崩溃了。深夜，他察觉到房间有人，突然想到那个诈骗犯会不会就藏在床下，下意识地打开手机照明，慢慢将手机伸向床下。床下真的有人，再醒来是在医院。贤秀不敢猜想发生的事是梦境还是现实。趁着警察不在，他离开医院，立刻回公司办理了离职。回家的路上，贤秀再次接到变态诈骗犯的威胁电话，对方要求马上去银行取出1000万现金，并且手机关机，晚上10点整回家。如果敢报警，就会杀了他。贤秀不敢再有任何的反抗，只能乖乖照做。而联系不到贤秀的老警察慌了，他怕贤秀再次遭遇危险，开车来到贤秀公寓楼下进行暗中观察，没想到会猝不及防的遭遇偷袭。一身外卖员装扮的黑衣人突然敲碎车窗，还在打斗中用迷药迷晕了老警察。黑衣人刚准备动手杀人，但看到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太多，过于引人注目，便放弃这个想法。眼看将近10点，立即前往贤秀居住的公寓。就在熟练的输入密码时，恰巧被追求贤秀的无良领导撞到。傻叉领导还想上演英雄救美，为贤秀出气。너 같은 새끼 때문에 내가 스토커 추잉 빠는 거냐? 뭐야 벗어? 병신 새끼 뭐 하는 거야? 不料几下就被对方 KO。贤秀也按照约定10点准时回到公寓。等待的过程中，贤秀无意中望向天花板，却惊恐地发现上面不知何时被安装了监控，其他的房间也都被安装了。角落里竟然还发现了领导的尸体，他将在原地从头到脚感觉一股寒意。暗处的变态诈骗犯终于现身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。
却被诈骗犯直接打倒在地。这一刻，贤秀也看清了他的长相，眼前这人不就是几天前冒充物业安装监控的吗？诈骗犯用同样的手法迷晕了贤秀。此时，外面的李警官因为迟迟联系不上老警察，迅速来到公寓楼下寻找，果然发现了老警察的车辆。他看到昏迷的老警察，试图将人叫醒，正巧看到不远处贤秀的红车开了出来，本人还晕倒在副驾驶。察觉不对的李警官紧跟其后追了上去，老警察也逐渐清醒，加入抓捕队伍。诈骗犯从后视镜看到了跟踪的车辆，接着一个急转弯，直接驶入岔道。他们车速飙上280，最后为了躲避追击诈骗犯，居然将车开到马路中央，却看到眼前突然冲过来的车辆，一阵尖锐的急刹车过后，还是晚了。等老警察赶到，被这惨烈的画面惊呆了。压在车里的李警官当场死亡，可恶的诈骗犯依然活着。他用力踹开车门，离开之前还对旁边昏迷的贤秀说道：“你等着，不会放过。”卑微的贤秀想要崛起，不想再任人宰割。他和老警察决定主动出击。既然诈骗犯的目标是单身独居女性，那么他就创建一个新的账号，利用闺蜜的身份找到二手交易平台里藏匿的诈骗犯，私信卖家要求线下交易。等到凶手一露面，就立刻实施抓捕。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诈骗犯的警惕性。等到了见面地点，贤秀先是打电话给老警察报告行踪，但是由于路上太堵，他一时间赶不过来。贤秀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对方周旋，可由于太过紧张，瞬间引起诈骗犯的怀疑。他用测试电器好坏的借口要跟对方回家。贤秀将他带领闺蜜家中，本着宁可错杀100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，他又掏出手帕迷晕贤秀，然后开始用手电打量四周，但房间里面空空如也，这让诈骗犯很失望。너 맞지? 이게 아직도 정신을 못 차리고. 打算继续解决掉贤秀，一转身发现人居然没了。这次贤秀聪明的学会装晕，趁机躲到阳台继续给老警察报告行踪。不料声音引来了诈骗犯，他一把打碎玻璃，步步紧逼。生死攸关时刻，老警察终于赶了过来，两人又是一番激烈的打斗。老警察逐渐处于下风，就在诈骗犯举起扳手的时候，对面的贤秀拿着钉枪不停射击，尽管身中数钉，但男人还充满了战斗力。他一把推倒贤秀，还来不及做下一步动作，便被老警察从身后抱住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起跌入楼下。诈骗犯倔强的像只小强，还没死，他又缓缓举起刀刺向老警察，还好被赶来的贤秀用力制止。虚弱的两人拼尽全力将尖刀刺向了男人。诈骗犯终于下线了，贤秀的生活也终于恢复了平静。这个案件轰动一时，甚至还上了新闻。原来诈骗犯先是冒充买家游走在二手平台，物色好目标便提出上门取货，然后毫不犹豫开始行凶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谋财害命。杀掉卖家之后，又将死者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上传到二手平台，以超低价格贩卖。只能说独居在外的打工人尊都不容易，尤其是独居单身美女们，在网上购物要十足小心。好了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